前面几讲我们说了各种量子力学里面特有的现象，你可能也听说过这样的说法，说量子力学啊是微观世界的物理规律，到了宏观世界以后，量子力学就不适用了，我们只能用经典物理学来描述宏观世界，比如说牛顿力学、广义相对论等等。不仅外行人会这么说，就连有些科普书也会这么说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这一讲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，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呢？学完这一讲以后啊，你会发现量子力学不仅适用于微观世界，在宏观世界也同样适用。注意了啊，我得强调一下，我说的适用是什么意思。这个适用啊，不是说微观的逻辑到了宏观世界以后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，害了你看不出来了。比如说汽车是由原子组成的，但你光看一辆汽车，你能看出来它是由原子组成的吗？根本看不出来。如果量子力学也是这样的，那它确实被限制在了微观世界里面了。我说的适用啊，是说微观和宏观的逻辑完全一致，宏观可以直接展现这个逻辑。比如你小时候啊，可能被邻居这么说过，你的眼睛长得像爸爸，嘴巴长得像妈妈。现在我们知道，这是因为你遗传了爸爸妈妈的基因。基因是分子层面的规律，但是它也可以在你的眼睛啊、嘴巴啊这些宏观表现上显现出来，这才叫适用。而量子力学的适用就是说，它在微观世界的那些表现，在宏观世界也能看到。别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啊，我就能给你找到这样的例子。比如说啊，宇宙中有一种天体叫中子星，它是由一种叫中子的粒子形成的恒星，它的直径啊通常有20千米，重量相当于地球的几十万倍，这够宏观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中子星的核心里面有一种典型的量子现象，叫做超流，就是超级流动性的那个超流。正常情况下，你要是轻轻地搅动一杯水，水过一会儿就会停下来，但是超流体呢，它就会不停地在杯子里打转，而且它还会沿着杯子的杯壁从杯子里面跑出来。在中子星的核心啊，中子也形成了一种超流体，可以无摩擦的流动，还会形成漩涡。这种漩涡啊，会无休无止的打转。这个现象用经典理论可解释不了，只能用量子力学来解释。所以啊，超流体是一种量子现象，中子星的核心呢，就处于一种宏观的量子状态。其实啊，宏观量子状态还有很多，它们在科学新闻里也经常出现，只是名字比较拗口，你乍一听听不出来。比如说我给你念一下啊，超导、量子霍尔效应、拓扑绝缘体等等。国际单位制啊，目前用来定义千克的那个装置啊，叫基布尔秤，那里面也有宏观量子状态。但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量子力学只能描述微观世界，而不能描述宏观世界呢？如果你经常看新闻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我刚才说的那些宏观量子状态，都处于一种非常极端的环境中。比如啊，地球上的宏观量子状态，通常都必须维持在绝对零度，也就是零下270多摄氏度附近。只要温度稍微高一点儿，这种状态就立刻被破坏了。它们就像一朵美丽的肥皂泡，你只能远远的看，不能伸手去摸，因为你一碰啊，它就消失了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想起来我们讲过的一个词儿，对，这是我们课程前面提到过的波函数坍缩。所有的量子状态都像肥皂泡一样，你不测量还好，一测量它就坍缩了，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啊，宏观量子态在宏观世界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，防止它的波函数坍缩变成经典物理学的状态。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初，物理学家就是这么解释的，很多科普书也是这么写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种说法已经落伍了。现在最新的说法是，在测量过程中，在波函数坍缩之前，量子状态还经历了另外一个过程，叫退相干。退化的退，相干呢，就是这事儿跟你不相干的那个相干。退相干啊，指的是一种叫做相干的性质退化了，看不出来了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听音乐的时候，一段旋律当中啊，可能有很多乐器的声音，
但是乐器再多，你也能听出来音乐有一个明确的节奏，比如说4/2拍或者4/4拍等等。你只要能听出来节奏，音乐就有相干性。但如果100个人在跳广场舞，每个人都在放不一样的音乐，而且这些音乐的节拍都不一样，有4/2拍的，有4/4拍的，8/6拍的，各种节奏混在一起，可以想象，你肯定觉得这是乱七八糟，完全是乱弹琴。这个时候你什么节奏也听不出来，广场上的音乐就没有相干性。你看啊，只听一段音乐有相干性，但是被很多音乐干扰以后呢，相干性就显现不出来了，这就叫退相干。如果我们再要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来说一下，那就要回到波粒二象性。从波粒二象性的角度看，退相干就是一种物质的波动特征看起来退化了，粒子特征呢显现的突出了。对物质来说，同时呈现波粒二象性，这就是量子状态。但如果粒子特征特别突出，波动特征非常弱的话呢，它就很像我们平时说的经典状态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会来挑战我一下，如果已经很像经典状态了，那么凭什么说这是相干性不明显呢？万一相干性就是消失了，没有相干性呢？2003年的时候，奥地利的一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刚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在实验里啊，他们让具有70个碳原子的碳70分子像波一样产生了干涉条纹。在物理学中啊，一种物质只要能够发生干涉现象，产生干涉条纹，我们就说它具有相干性。不过啊，实验要想成功，必须满足一个条件，就是碳70所在的实验舱里面必须把空气都抽走，变成真空状态。为什么呢？他们发现，如果不抽成真空，碳70分子就完全没法产生干涉条纹，只能留下一堆杂乱的斑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空气的话，碳70分子的波动性就消失了，只留下粒子性。而且他们还发现，如果你朝真空室里一点一点地加入空气，那么干涉条纹就会越变越模糊，最后完全消失。这就说明是空气让碳70分子发生了退相干。你看啊，如果你不把环境的因素消除，量子态上的许多信息就会像一滴墨汁滴在大海里一样，迅速跑到环境中，仪器啊就检测不到相干性，退相干就发生了。所以啊，量子力学在宏观世界很少展现，不是因为没有相干性，而是相干性没有展现，我们看不出来，这恰恰也是量子力学的一种宏观效应。知道了这一点，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时找到了病因，咱可以对症下药了。我们想要在宏观物体上看到量子效应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屏蔽干扰因素呗。如果有空气干扰，那我就给你抽成真空；如果有热运动干扰，那我就给你动起来。这招非常有效，什么超导啊、超流啊、量子霍尔效应啊，都是用这招实现的。不过啊，这招也不能用得太绝，因为你要是把环境弄得这么极端，这个宏观量子现象我们也就是看看，它什么都干不了。所以啊，要想让相干性帮我们干些什么，物理学家呢就必须在操控和屏蔽这两件事上寻找一个平衡。最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量子计算了。它要计算，你总得让它加减乘除吧，这就得操控。它又是量子的计算，总得保持量子状态吧，这就得屏蔽，防止退相干。其实啊，量子计算到现在还没实现商用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防止不了退相干，它们保持相干性的时间太短了。那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物理学家通过大胆的想象和小心的求证，想到了不少办法。我在这儿说一个还没有实现的，但是呢，跟咱们课程最相关的办法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可以通过改进设计，让整个量子系统变得更加抗干扰。这就好比赤壁之战的时候，曹操的士兵怕晕船，就用铁链和木板把船都连起来，变成一个整体，这样就不怕外面的干扰了。具体到量子计算中呢，就是啊，不让一个粒子直接携带数据，而是让许多粒子啊发生大规模的量子纠缠，让它们用整体的量子状态来携带数据。整体的量子状态啊，
不怕一般的干扰，所以呢，就不用把干扰因素屏蔽得太绝。这种方法有个专有名词，叫拓扑量子计算。拓扑这个词儿在数学上就代表物体的某种整体特征。总之啊，在抑制退相干、平衡操控性的过程中，物理学家想尽了各种办法。那我们已经努力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在一种叫做超导量的计算的方案中呢，从1999年到2019年，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，物理学家把它从1个量子增加到了53个量子，那它坚持相干性的时间呢，也从1纳秒增加到了200秒。在数量和时长上，它都有了飞跃。这个记录暂时由 Google 的 Sigma 量子处理器来保持。你看，物理学家先是从理论上发现了退相干的效应，然后又懂得在实验中来观察它，这才能进一步的想到解决它、应用它的办法。爱因斯坦曾经说，理论决定了你能观察到什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听完了这样，你对量子力学又有了新的认识。量子力学在宏观世界也适用，宏观世界也可以存在量子状态，但我们平常不太容易看到，是因为这些宏观量子状态很快会发生退相干。物理学家会通过控制环境的条件等各种办法抑制退相干的影响，让它们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量子状态。现在我可以回答我在第1讲提出的问题了。薛定谔的猫为什么不可能同时处于既死又活的量子状态呢？因为猫是有温度的，还需要呼吸空气，温度和空气都会导致它发生退相干，形成不了量子状态。物理学家推测，猫虽然不行，但是病毒或许可以形成量子状态。最后留一个思考题，有人说人的意识也是一种宏观量子现象，说这话的人还挺有名，是霍金的合作者，英国数学家彭罗斯。那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？欢迎留言说说你的思考。